2052年，在火星上，一个叫做艾米丽的小女孩刚过完10岁的生日，但是没有生日蛋糕。欢迎回到火星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就是火星女孩艾米丽的成长经历。故事的开端要回到2041年，那时的火星启动了生育计划，目标是在2068年，在火星上出生的人口比例需要达到 70%。就在那一年，艾米丽的母亲成为计划中的一员。怀上艾米丽之后，也意味着对火星基地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基地给出了5000的贡献分跟1万的火星币，即便在支援捉襟见肘的火星，孕妇也享有最高优先级的待遇，最好的营养配置，最完善的医疗服务，甚至是最优先的氧气供应。但火星基地人手实在是太缺了，直到预产期仅剩1个月，艾米丽的母亲才停下了手上的工作。艾米丽的出生也被记录在火星档案中，她是第一批在火星上诞生的人类。再介绍一下艾米丽的家庭，说出来地球上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惊讶。小艾米丽她有3个爸爸，查尔斯是一名探险者，郑勇是矿物运输员，第3个爸爸叫伊万，是基地应激小组的成员。他们的家庭有3个父亲，1个母亲，还有6个孩子。在地球人看来，这样的家庭非常让人难以理解。但时间回到2038年，当时性别失调严重，男性比女性多了太多，再加上基地的高压工作强度，爆发了火星大规模心理危机。但经过2年的讨论，在2042年，更灵活、更自主的家庭结构被确立了下来。小艾米丽现在只有1个母亲，阿莉莉亚，但这个家庭马上要接纳第2名女性，埃娃，这样小艾米丽就会有2个母亲了。上周，父亲查尔斯带着埃娃跟6个孩子去了30公里外的一个巨大环形山，埃娃也借此机会看看要不要加入这个巨大的家庭，而母亲艾莉莉亚和另外2个父亲则留在基地里。火星生活的另一面是基地的任务非常的繁忙。在小艾米丽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陪伴艾米丽最多的是智能机器人，喂奶、哄睡，甚至带艾米丽进行少量的户外活动，都是由机器人代劳的。但缺少家人的陪伴，让艾米丽患上了轻度孤独症。幸运的是，后来父亲、母亲和兄弟姐妹的陪伴，让艾米丽走出了阴影。在火星的红色沙尘暴下，家与地球的传统标准并不相同，但似乎在这里，家还是以爱为基础的。当艾米丽走出家门之后，踏入了火星的学校，面对的是一套与地球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。艾米丽的课本里印着一个核心理念：学习即是实践，知识需要创造。生命维持课是艾米丽的基础课程，需要学习人类的基础，水、食物、空气是从何而来的，如何在基地中运作。在 AI 教室机器人的带领下，艾米丽需要了解每一个阀门、每一个管道是什么作用。更需要训练的是，当气压骤降、水资源泄漏的时候，要如何应激。艾米丽学习的物理也与地球上完全不同，重点不是学习复杂的公式计算，更需要了解太空辐射的威胁，以及不同重力环境对人和机器的影响。这些知识是用来帮助艾米丽进行基地外的生存或者基地内的工作。但还有另外一门课程，是学生们必修并且最重要的核心课程：情绪的控制与管理。在火星殖民的第3年气压泄漏事件之后，后续频发的探险人员因为情绪失控而死亡，让情绪管理成为了绝对的必修课。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火星人，可能随时导致自己甚至整个火星基地的覆灭。正念冥想是艾米丽跟其他同学的最基础的情绪课，并且学校还会故意设置失败或者高压的环境，让同学们能够体验挫败感、压力、恐惧，并且在这些情绪下面还能冷静的思考。甚至学校非常鼓励同学们恋爱。青涩的情感训练是最好的情绪课程。在恋爱中，青少年们会非常自然地体验各种喜悦、嫉妒、失落。说到艾米丽的梦想，很大程度被她的成长环境所影响。爸爸查理斯经常带她出去探险，而爸爸郑勇在矿物运输时也经常带着她。所以艾米丽的梦想中
有很多非常火星的目标，探索一个巨型的黄金石矿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石中富含的三钛合金是建造跟加固火星基地的重要材料。如果找到这个矿场，或许艾米丽就能跟自己的小男友陈华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探险队。同时，她也被另外一个职业所吸引，一名帅气的决策者。3年前，一名叫罗塞夫的决策者制定了儿童游玩规则，并且修建了艾米丽最喜欢的温室探险屋。但他知道这很难，在火星上成为一名领导者需要学习非常多的知识。而在这些火星梦想之外，艾米丽的心中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她想去一次地球。在无数的教学中，她了解过这个神秘的星球，并且爸爸郑勇曾经是地球上的一名潜水教练。在 VR 课程中，他看到了令人震撼的画面，覆盖星球表面的是巨大的海洋，有着取之不尽的水，还有他从未见过广阔无垠的蔚蓝。对于10岁的艾米丽来说，她的火星人生才刚刚起航。现在的她想法丰富，充满好奇。她非常期待1个月之后的课程。艾米丽将和同学们前往一个100公里外的高重力种植园，开展7天的生态农业课程。下期我们将对一个火星探险队成员进行采访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